嘿，这里是普通人。现在的时间也许是深夜，也许是你刚下班的通勤路上。我想请你暂时放下手边的事情，问自己一个有点刺耳，但我们都逃避不了的问题：你今年几岁了？每当我们被问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心里头是不是总会闪过一丝慌张？那个数字不仅仅是时间的刻度，它更像是一张无形的成绩单。如果你今年29岁，你可能在恐慌，天哪，明年就30了。古人说30而立，但我看着银行户头的数字，看着这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工作，我到底立起了什么？如果你今年39岁，你可能正站在中年的门槛上，听着40不惑这4个字觉得格外刺耳，因为你发现原本以为到了这个年纪该懂的都懂了，但事实上你对婚姻、对事业、对人生的意义，反而比年轻时有了更多的困惑与迷茫。至于50岁，50知天命，这听起来多么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，好像在说算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，认命吧。这些古老的智慧，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原本应该是我们生命河流中不同阶段的美丽风景，但曾几何时，它们变成了社会强加给我们的绩效指标。如果在这个年纪没车没房没结婚没小孩，我们就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。但我想邀请你认真想一件事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是你不行，也不是这些古人的话错了，而是我们少拿了一把解开这些谜题的钥匙？如果在谈论利、谈论不惑、谈论天命之前，我们都忘了做一件最基础、最核心的事情，那这一切的追求注定只会带来痛苦。这件事就是认识自我，而在认识自我之上，还有一个更高的维度，那是所有平静与力量的源头，叫做表里一致，倾听灵魂的声音。为什么我说认识自我和表里一致是前提？我们先来谈谈现代人普遍感受到的痛苦。这种痛苦很微妙，它不是饿肚子，也不是没衣服穿，它是一种深夜里的空虚感，一种觉得自己活得不像自己的撕裂感。很多心灵鸡汤会告诉你，是因为你不认识自己。但我发现，其实看我频道的许多朋友，你们都很聪明，你们其实认识自己。你知道你不喜欢现在这份工作，你知道你不喜欢应酬，你知道你渴望去画画、去写作，或者去体验更单纯的生活，这些你都知道。但痛苦从哪里来？痛苦来自于你听见了灵魂的声音，但你选择了背叛它。在心理学上，这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认知失调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行为和你的信念打架了。你的大脑很聪明，它为了让你在社会上生存，帮你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面具。30岁的时候，面具告诉你，嘿，别管你喜欢什么画画还是音乐了，那个不能当饭吃，去考公务员，去进大公司，那样才安全。40岁的时候，面具告诉你，大家都买这区的房子，大家都送孩子去那一间私立学校，你也得这么做，不然你会被看不起。于是你的身体很听话，跟着面具走了。你每天早9晚5，你说着言不由衷的场面话，你买着你其实不需要的名牌，但是你的灵魂呢？在这里，我想用我们频道一贯的科学灵性视角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灵魂。我不谈怪力乱神，我指的灵魂是你内在那个最原始的驱动力，是你不需要任何人教导，天生就对某些事物感到的热情与共鸣，那是你的原厂设定。当你的外在行为一直在背叛你的内在设定时，其实就是你的大脑在持续分泌毒素，这是有生理代价的。长期的认知失调，就像你的灵魂一直在踩刹车，但身体却被迫猛踩油门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年人明明健检报告没大病，却长期失眠，莫名胸闷，觉得累到骨子里。你的身体很诚实，它在替你的灵魂尖叫。从科学的角度看，这叫压力；从灵性的角度看，这其实是你偏离自己生命轨道时，宇宙发出的警示灯。这种撕裂感会让你不管到了几岁，都觉得自己是飘着的，你没有根，因为你的根在灵魂里，而你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。
所以，我今天想提出一个观点：真正的成功不是30岁买房，40岁当经理，而是你能多大程度上做到表里一致。接下来，我想邀请你带着这副表里一致的眼镜，我们重新去解读这3个年龄阶段。我们先看30而立。传统的解释，这4个字简直是年轻人的噩梦，它被简化成成家立业、买车买房。如果你30岁还在租房子，还在频繁换工作，好像你就立不起来了。但如果我们把认识自我加进来，这句话的意思会完全改变。立指的不是外在的物质成就，而是确立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坐标。在30岁之前，我们像一块海绵，无差别地吸收父母的价值观、学校的教育、媒体的洗脑。我们是混乱的，我们不知道哪些想法是自己的，哪些是别人塞给我们的。到了30岁，所谓的立，是你终于完成了筛选，你开始懂得画出一条界限。这条界限是用来保护什么的？是用来保护你那珍贵的灵魂的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的灵魂渴望自由和创作，但你的父母希望你稳定。30岁之前，你可能会为了讨好父母而从事稳定的工作，然后每天在痛苦中挣扎。但真正的30而立，是你终于有勇气站出来说：爸妈，我爱你们，但我不能过你们想要的人生。我要去创作，哪怕刚开始会很辛苦，但那是我的路。这一刻，你立住了。即使你口袋里没多少钱，即使你还没买房，但在精神层面上，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，因为你的外在选择终于配得上你的内在渴望。这种立是身心合一的笃定。请记住，真正的立不是站得多高，而是你终于不再假装站在别人的位置上。相反的，我看过太多物质上很富有的人，他们在名利场上呼风唤雨，但在精神上却是跪着的。他们一辈子都在讨好别人，一辈子都在恐惧失去别人的认可。那不叫立，那叫悬空。所以，正在听节目的你，如果正处于30岁的焦虑中，请停下来问自己：我现在脚下踩的这块地是我自己选的吗？还是别人推我过来的？如果是你自己选的，哪怕是泥泞路，你也已经立起来了；如果是别人推过来的，哪怕是红地毯，你依然是随时会跌倒的。认识自己，找到适合你灵魂站立的地板，这才是30而立的真谛。接着，我们来到40岁，40不惑。这句话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误解之一。很多人以为不惑是指变成百科全书，什么问题都有答案，再也没有疑问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随着科技发展，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我们不懂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，怎么可能不惑？从表里一致的角度来看，40不惑不是指你对外部世界没有疑惑，而是指你对内部世界没有疑惑。这是一个关于专注与过滤的境界。40岁通常是一个人精力资源最丰富的时候，也是诱惑最多的时候。这个投资看起来很赚钱，那个头衔听起来很响亮，隔壁老王换了新车，同学会里大家都在比谁过得好。这世界的杂讯在40岁时会开到最大声。如果你没有做到倾听灵魂，你会在这个阶段迷失方向。我也看过太多40岁的人，名片上的头衔很漂亮，车子房子都有了，但他们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却是：天哪，我怎么会走到这里？这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。说穿了，就是你发现自己爬了半天的梯子，结果架错了墙。但如果你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人，到了40岁，你会拥有一种强大的超能力，过滤杂讯。你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更重要的是，你非常清楚自己不要什么。那个赚钱的机会是不错，但不符合我的价值观，所以我不要。那个社交圈子很光鲜，但我在里面觉得不自在，所以我不要。你看，这就是不惑。你的灵魂频率已经调整得非常清晰，清晰到你可以瞬间辨识出哪些是杂讯，哪些是讯号。
很多现代人以为40岁要更努力证明自己，但真正的40不惑是你终于敢停止证明。因为你听见了灵魂的声音，所以外面的声音再吵也干扰不了你。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你选择这种生活方式，为什么你不随波逐流。你不需要解释，因为你已经没有困惑。你的内在和外在是完全对齐的，就像镭射光一样，聚焦在一点上。这种力量是温柔而坚定的。你不再需要通过攻击别人来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也不需要通过炫耀来证明自己过得好。你自己知道，那就够了。这就是40岁该有的样子，因为听见了，所以不吵了。最后，我们聊聊50岁，50知天命。年轻时，我觉得这句话充满了宿命论的悲观，好像是说奋斗了半辈子，发现打不过老天爷，只好认输投降。但随着我对灵性与科学的探索越深，我发现知天命其实是人生最高级的自由。这里的天命不是外在强加给你的任务，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突然有个神仙下来给你一张任务卡。从灵魂的角度来看，天命其实就是你灵魂的原厂设定。有些人天生的设定就是体验创造财富，有些人是体验艺术，有些人是体验照顾他人，也有些人设定就是体验平凡与知足。在50岁之前，我们的小我常常在跟这个设定打架。明明我拿的是艺术家的剧本，但我看着别人的富豪剧本很羡慕，我就硬要逼自己去演富豪。结果呢，演得别扭，演得痛苦，最后还演不像。到了50岁，如果我们已经走过了认识自我、表里一致的路程，我们会来到一个和解的时刻。你会突然看懂了自己的设定。说白了，知天命就是你终于读懂了自己的使用说明书。你不再拿自己这台跑车去耕田，也不再拿自己这台拖拉机去赛跑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我过去经历的所有挫折、所有弯路，都是为了把我推向现在这个位置。原来我就是适合做这件事。这时候的知天命，不是无奈的认命，而是一种深度的接纳与臣服。但请注意，所谓的50知天命，并不是要你等到50岁才开始活对，刚好相反，它是你在30岁、40岁时，每一次愿意为了灵魂付出代价，每一次选择表里一致所累积下来的结果。是你前半生都在认真读剧本，所以后半生才能演得这么行云流水。这时候，你的小我和灵魂终于不再打架了，他们合二为一。臣服不是投降，臣服是顺流而下。你不再逆流而上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。你开始顺着灵魂的河流，让它带你去该去的地方。你不再是为了生活而演戏，你就是戏，戏就是你。你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话，都是发自内心的，都是顺应天道的。这就是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的前奏。因为你的心，也就是灵魂，和矩，也就是道与规律，已经融合在一起了。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释放！你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重担，只做你自己。因为做你自己，就是完成天命最好的方式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回头看看，30、40、50，这些数字本身没有意义。有意义的是填充在这些数字里的生命品质，它们不该是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，它们应该是生命这条河流流经的不同地形。如果你现在觉得卡住了，觉得焦虑，觉得自己跟不上别人的脚步，请记得我今天说的话：顺序错了，人生才会卡住。别急着往外抓救命稻草，别急着用外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。试着停下来，就在今天晚上，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，关掉手机，关掉那些教你如何成功的影片，关掉那些让你焦虑的社群软体，闭上眼睛，做几次深呼吸，
问问你自己，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是我灵魂想要的吗？还是我只是在配合演出？如果你的答案是犹豫的，没关系，那是觉醒的开始。试着去练习表里一致，试着去倾听那个被你忽略已久的声音，哪怕那个声音很微弱，哪怕他说的话很疯狂，但请相信，那是你在这个喧嚣世界上唯一的导航。认识自我是起点，表里一致是路径，而活出灵魂的版本，是我们普通人这一生最伟大的成就。这里是普通人，我们用科学、哲学与灵性陪你一起探索生而为人的意义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或者你在听这集节目时听到了自己灵魂的某些声音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见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各位。